Steam 又贏了，而且他這次依舊是什麼都沒做就贏了，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前幾天 Steam 平台的競爭對手 Epic 商店的老闆，同時也是虛幻五引擎的擁有者 Tim Sweeney 在一條評論中認為 Steam 商店中所謂的 AI 參與制作的標籤毫無意義，應該被刪掉。此番言論一出，立刻引發了全網的熱議。很多網友都紛紛表示，自己花錢買來的遊戲，對於到底有沒有使用 AI 參與制作，是他們知情權的一部分。而就在廣大網友的一片聲討聲之中，我打賭你一定猜不到接下來的劇情是怎樣發展的。我們的 team 沒有選擇妥協，反而決定 double down 再次加碼。而且這還不是全部啊！一天之後，他甚至繼續變本加厲，直接 triple down 3倍下注，決定一路走到黑，堅決的要和網友對着幹。而 Steam 呢，依舊是什麼都沒說，什麼都沒做，安安靜靜的躺在那兒。結果卻又一次憑空收穫了玩家們的好感和行業的聲望。你甚至可以說，在 Epic 的 CEO 瘋狂自爆的這幾天裡，他每說一句話就等於是給 Steam 打了一波免費的廣告。結果這讓玩家們更加堅定地站在了 Steam 的這一邊。畢竟一個平台選擇與玩家對着幹，而另一個則選擇閉嘴讓事實說話。輸贏似乎在 Tim 開口的那一刻就已經決定了。今天的這期節目，我想說一說這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以及我對遊戲開發中使用 AI 工具的看法。大家好，歡迎來到頻道，我是老九。一切的起點都是這位在 X 上叫做 Matt Walkman 的影視行業從業者的這條帖子。他說到，像 Steam 這樣的數字遊戲商店需要取消使用 AI 制作的標籤，因為這已經無關緊要了。然後我們的 CEO Tim 就在下面回應說，對於游戲商店而言 ，AI 標籤毫無意義，因為在未來的遊戲制作當中，幾乎都會涉及到 AI 的應用。無關緊要，毫無意義。我高度的懷疑你是在說 AI 的使用，還是在評價咱們遊戲玩家本身呢？我其實很困惑，不知道這些人到底在怕什麼。如果說 AI 如此好用，如此先進，做出來的遊戲如此好玩，那為什麼還要藏着掖着呢？按照這個理論，打上 AI 的標籤，不是應該會讓遊戲賣得更好嗎？你們就應該像那些電冰箱、電視機一樣，給自己貼上各種 AI 的標籤啊！為什麼就是不願意讓消費者知道你用了 AI 呢？答案其實顯而易見，那就是現階段的 AI 工具還無法媲美真正的遊戲開發者。其實如果說你做的遊戲本身質量過硬，只要你不是特別懶惰的濫用 AI， 玩家們其實根本就不會在乎你是不是使用了 AI， 只要好玩，玩家們就會買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最近大火的 Arc Raiders， 裡面大量的对話語音都是通過使用配音演員授权的声音用 AI 所生成制作的。这个遊戲有因為用了 AI 工具而遭到玩家們的抵制了嗎？沒有，反而是火的已經找不着邊了。玩家們討厭的不是 AI， 而是現在的 AI 工具和使用 AI 工具的開發者對於 AI 的應用還不夠成熟，過分依賴 AI 參與制作的遊戲，或者是其他任何的媒體作品，往往都不好玩，而且漏洞百出。這是一個玩家和消費者們在不斷吃虧的過程中總結出來的規律。就比如說之前《使命召喚：黑色行動7》裡面的一些名片和聲望圖標，都是用 AI 直接生成的。玩家們辛辛苦苦打到滿級，然後選擇 Prestige，結果這麼一個超有成就感的頭像戰利品，卻遠未達到該系列過往聲望系統圖標的設計水平。又或者是 Epic 自家的堡壘之夜，這個遊戲最新的第7章更新中存在大量 AI 生成的美術元素，也同樣遭到了大批玩家的集體抵制。我作為消費者，在掏錢之前，就是想要知道這個遊戲有沒有 AI 參與制作，這是我的需求。你作為商家就必須盡可能的滿足我的需求，不管這個需求在你的眼中合不合理，只要消費者的需求在，且就像你聲稱的，既然 AI 的使用不會影響遊戲的質量，那麼你就應該公開透明的提供這些信息。而且說白了，這不就是一個標籤嗎？就像我本人很不擅長玩撤離射擊一樣，如果我在買遊戲之前看到了撤離射擊的標籤，我本能的就會三思一下，再做出買不買的決定。Steam 這麼一個站在消費者這一邊的小舉措，在你這位大名鼎鼎的 CEO 眼中，怎麼就如此的不堪呢？我覺得大部分網友跟我都是一樣的觀點。Tim 的留言下面有一個高讚的評論，他說，不 ，Tim， 消費者有知情權。你們知道這個 CEO 是咋回的嗎？
他諷刺地說道：为什麼只公開 AI 的使用呢？我們還可以強制披露開發者用了什麼牌子的洗髮水啊，因為顧客有權知道啊，呵呵呵。I mean, what the actual開發者使用的洗髮水和遊戲開發的質量有半毛錢的關係嗎？在這一連串的輕蔑回應中 ，Tim 所展現出來的不是他自己認為的行業前瞻，而是對玩家訴求的徹底漠視。玩家們要的從來不是打壓 AI， 而是對消費者最基本的透明度與尊重。可 Tim 卻把合理的知情權比喻成荒誕的洗髮水調查。這種態度本身就已經說明了問題。然後第二天，有一位遊戲開發者也評論到，這強烈暗示 Epic 現在正在使用 AI 編碼工具來開發虛幻引擎的最新更新。因此，根據 Steam 的指南，任何使用虛幻引擎開發的遊戲都必須聲明使用了生成式 AI。結果你猜咱們的 Tim 又說了啥啊？他說根本不是這樣的，我只是討厭看到 Valve 通過推動新的封殺運動和惡意評價轟炸來進一步剝奪獨立開發者的機會。Steam 以前只是提供遊戲下載的，後來他們壟斷了支付系統，然後是價格競爭，再到加密貨幣，現在又輪到 AI 了。我給大家翻譯一下這段話啊。大家好，我 Epic 的 CEO Tim Sweeney 就是看不慣 Steam 把消費者的利益放在首位。你看看他評論的這些點，有哪一個不是對玩家有利的呢？什麼叫做惡意評價轟炸啊？在這樣一個 IGN 能給 DEI 翻車大作《龍騰世紀隱帳守護者》打9分的世界， Steam 的評價系統可以說已經是玩家唯一能夠讓開發者忌憚的發聲渠道了。還有什麼叫壟斷了支付系統啊？你知道玩家遊玩2小時以內就可以退款的政策是基於哪個支付系統的嗎？價格競爭，你覺得有玩家會因為更便宜的價格和更高的打折力度而抱怨遊戲商店嗎？加密貨幣什麼的就更扯淡了。那些 NFT 遊戲，你捫心自問，這玩意兒真的是遊戲而不是騙人投機的平台嗎？看看你自己的 Epic 商城，你好好想一想，為什麼玩家總是來到你這裡拿個免費遊戲就跑了？為什麼你的商城留不住人？是因為你那個只能看到傳統遊戲媒體評價的打分系統嗎？還是說因為你前幾天才加入了送禮的功能呢？你說說看，就 Epic Store 提供的這些服務，人家獨立遊戲製作人擠破頭也要在 Steam 扎堆的原因，不是顯而易見了嗎？玩家不是傻子，他們很清楚誰在認真做服務，誰在用嘲諷當態度。這次 Epic 的老闆被炎上的事件，原本其實他可以好好跟玩家溝通的，但最終卻被 Tim 自己演成了一次幫對手公關的大型宣傳活動。就像這張網友自制的爆火梗圖，這個圖基本上的意思就是 Steam 什麼也沒做，他的競爭對手就哐哐的朝自己的腦袋上開槍。未來遊戲的開發確實會無法避免的使用 AI。AI 本身只是工具，這句話沒錯。我甚至覺得以後的遊戲會變成那種 AI 完全根據你的喜好定制的世界。但是現在的技術還沒有完全成熟，而且就算技術已經完全成熟了，大部分人也還沒有完全信任 AI 的產出。只要消費者不信，你就有義務公開 AI 工具的使用情況，無論 AI 技術本身有多麼完美。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就說出應該移除遊戲商店中的 AI 標籤這種話，選擇性的不向消費者透露 AI 工具的使用情況，是不會得到消費者的青睞的。還記得遊戲開始時輪番播報的那些 logo 嗎？那不就是開發者在告訴玩家他們花錢買來的遊戲使用了哪些工具嗎？ AI 和那些 logo 一樣也是工具啊，怎麼到讓你公開透明一下 AI 的使用，這就不行了呢？而且如果一家公司都用 AI 取代人工了，那應該裁了不少員工了吧？那請問你能不能把價格從80美元降回60美元呢？答案顯然是不行的。為啥呢？因為這些3A 大廠都是上市公司，而只要是上市公司，就一定會追逐一直向上的利潤。寫文案的時候啊，我看到一個評論，講的實在是太好了，這裡引用一下，他說道：沒有玩家想要 AI， 但他還是會被這些大公司硬塞給我們，他們根本不會停下來想一想玩家到底要還是不要。遊戲和藝術的文化早就被那些巨型公司所劫持了，他們不在乎藝術，更不在乎你想要的是什麼。AI 的使用本身是個很細節、很微妙的事情，到底是用來優化流程，還是直接拿來替代真正的藝術家，這件事情本身就很模糊。
而這些大廠只會利用這種模糊地帶來當擋箭牌，好讓你接受一堆 AI 設計的玩法循環， AI 寫的故事再賣給你 AI 生成的角色皮膚。現在他們竟然還要取消遊戲商店中的 AI 標籤的披露。如果他们成功了，那其實就等於是給玩家戴上了眼罩，讓那些億萬富翁繼續拉高自己股票的價格。對他們來說，藝術只是生意，只要能賺錢，他們就會把所謂的藝術榨乾到一滴都不剩。Bravo Bravo， 我靠，這說的實在是太好了。雖然說 Epic 本身並不是一家上市公司，但是他們家的 CEO 卻和其他的3A 大廠的 CEO 一樣，完全無法站在玩家的角度去思考問題。Valve 之所以神， Steam 之所以能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 G 胖本身就是一名遊戲玩家，他知道玩家想要的是什麼，他能夠站在玩家的角度去思考如何更好的提升自己的服務。Steam 可能30%的抽成很高，但是他抽的不是玩家，而是開發者啊。他有壟斷之實，但是這家公司卻沒有做別的公司在實現壟斷之後會做的壟斷之事。他的每一個決策都從來不會把壓力給到玩家，而這其實也就是為什麼 Epic 或者說其他任何挑戰者永遠都比不過 Steam 的原因。Later。其實說到 AI 啊，我第一個想到的是最近內存的大漲價。這兩件事看似毫不相關，但它們都指向了當下科技行業的同一個核心矛盾，那就是 AI 這個泡沫正在迅速擴張，而真正承擔後果的永遠不是那些推動泡沫的人，而是我們這些普通的消費者。更關鍵的是，這些公司一邊把 AI 吹成未來，一邊又死命的阻止玩家知道他們到底用了多少 AI。因為只要透明，泡沫就會被戳破；只要公開，大家就會發現那所謂的革命裡，其實有不少是偷工減料的捷徑。未來 AI 一定會在遊戲中無處不在，但玩家需要一個更健康、有序、透明的技術生態，而不是一個由資本堆砌、由信息不對稱維持、由那些大公司 CEO 們用嘴炮硬撐起來的 AI 夢魘。AI 不是問題，泡沫才是問題。玩家不是反 AI， 玩家反的是被蒙在鼓裡的感覺。如果行業繼續把 AI 當成遮羞布而不是工具，那未來真正被淘汰的將不會是藝術家，而是那些自以為站在未來前沿卻聽不見玩家聲音的行業高管。Anyways， 歡迎收看第9頻道，感謝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也有對 AI 做遊戲的看法，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也別忘了訂閱、關注、點讚、收藏。我們下期見 ，Peace。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覺得我是幫你省了100萬，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